这应该是最近最大的新闻，就是苹果要结盟 Google， 开放出 iPhone 使用 Google 的 Gemini AI， 这应该是大家完全没想到会发生的事情。那到底是苹果要在 AI 上开始依赖 Google 呢，还是要强结盟一起来对抗 OpenAI 呢？大家朋友哇，那今天这一则新闻，我觉得应该对很多人来讲算是蛮重磅的消息齁。那我觉得整个股市市场也有反映出来，大家怎么看这则新闻？那也是有非常多的观众分享给我，那就是苹果目前正和 Google 洽谈，可能会在 iPhone 上面开放使用 Gemini AI， 那甚至可能延伸到更多其他的装置上面。那里面有太多的细节可以去聊，到底是苹果目前在发展的生成式 AI 不如预期，导致他们需要依赖目前比较成熟的 Google。那一直以来对自家的装置把持着非常严格、非常紧的苹果，会开放别家的 AI 在自家的装置到什么程度？是要可以深入的和 Siri 结合，并操控生态链里面的装置还有功能，还是像我们先前使用 Google 搜寻引擎一样，只是作为浏览器的预设引擎？但是现在更深入的可能你一喊 Siri， 它就会结合 Gemini AI， 变成一个更强的语音助理。那或是讲到巨头都有意识到 OpenAI 的发展程度超乎他们的预期，知道如果继续不作为，可能会造成更大的威胁。那我们影片流程一样啦，先看完这个新闻的内容之后呢，最后再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加入讨论，那我也分享我的看法。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那首先呢，这个新闻是来自彭博社那其实有非常多其他的媒体认为这个消息的来源非常的准确。里面提到呢，苹果目前和 Google 正在谈一笔合作，内容就是把 Google 的 Gemini AI 放置到 iPhone 里面。那这边用词都非常的不模糊没有说好像 Google 要帮助苹果做 AI 啊，或者什么在苹果其他装置上面做生成式 AI， 就直接讲 Gemini AI 在 iPhone 上面。那目前呢，这两家公司都没有针对这则新闻做出任何的回应。那里面有提到，以目前如果还在洽谈的这个阶段，不太可能我们在今年6月的开发者大会上面就会看到。而且呢，其实除了 Google 之外，苹果先前也有和 OpenAI 洽谈，也是关于使用 OpenAI 的语言模型，甚至是深度结合到他们的装置上面。那新闻里面的分析有提到，目前的局势看起来好像 Google 的 Gemini 对比 OpenAI 是稍微落后，而苹果这一方呢，其实在 AI 上面一直没有展现出他们的成果，或者说他们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但就目前呢，可能对比 Google 和 OpenAI 这两家公司而言，应该是 Google 这一端比较有迫切的这个需求和苹果合作，让他们的 AI 模型可以推广给广大的苹果用户。那在苹果自己这一方而言呢，其实近来也面对不少投资界的压力，那可能有很多原因可是很多人都说应该是他们在 AI 上面的落后，所以这样开放式的合作消息好像苹果愿意打开他们的装置跟其他公司进行 AI 上面的合作，其实也能稍微缓解一下投资者的担忧。昨天的股价也是很给面子Google 涨了4%，苹果在一开始开盘的时候就涨到2%，那后来是掉到0.6%，但是至少都是止跌。那报道也有说到，一切都还没有定案，一切都还没有谈拢，苹果最后可能会跟 Google 或是 OpenAI 合作，这都还不一定。好，那其实这个新闻是非常大，有非常多不同的报社分析师就提出他们的看法还有想法，那大家都能去看。那我们现在就来讲我们的看法，那希望大家一起加入讨论。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的精彩。首先来讲一些不同的可能性。那先说第一个看法，苹果虽然以目前我们对生成式 AI 的了解啦，苹果好像没有展现出什么真正的实力。那以现在 AI 发展的速度Google 跟 OpenAI 其实都耕耘了非常久的时间，所以可能是苹果目前虽然在加紧的追赶，但是他们也正知道他们在 AI 上面跟他们还是有些距离。但是呢，苹果目前还是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们行动装置的普及率算是最深的。那我这边不讲最广，就是很多人单看市占率的话，会以为好像苹果其实不及另一家厂商，但其实单看市占率并不太准，因为在另外一个系统上面他们手机在市场上面布局的数量虽然非常多，但是深度使用的人不多。意思就是说，真正买来会使用这些 App Store 会进行消费，会进行更深度功能的人，其实是比较偏低的。那如果我们看这种有真正在使用智慧型手机上面的功能消费这些族群来讲呢，苹果还是占有最大的市占。那这个现实面其实在现在这个状况就会展现出来，为什么 Google 会积极的想要找苹果合作？因为生成式 AI 应用模式嘛，一开始一定是要依赖这些深度使用者。那另一方面呢，去年我在讲 ChatGPT 影片的时候，我就一直提到，像生成式 AI 这种语音助理的模式它可以快速帮你找到所有资讯，会最直接造成最大冲击的就是 Google 的搜寻引擎。那这也刚好是 Google 最核心的盈利模式。现在来讲呢， Google 每年还是大约支付约180亿美金给苹果，让他们搜寻引擎可以在 iPhone 上面变成预设的那一个。那当然他们愿意付那么大的钱，也是代表它可以带来相对的利益嘛。那你现在的分析看起来呢，他们每年在 iPhone 上面，因为有他们搜寻引擎，至少帮他们每年带来500多亿美金的营收，所以这是非常的可观。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看来，你不论是 Google 或是 OpenAI 来讲，他们应该都非常想要抢下苹果使用者这一块大饼。那我们对比这两家公司其实以 Google 来讲，目前如果他们失去掉这一块，会有比较立即性的风险，因为广告就是他们最核心的利益来源嘛。那对 OpenAI 而言呢，虽然没有一样的立即性风险，但是这个对未来的
布局来讲一样至关的重要。所以从这个切角看起来的话，应该是苹果比较占有优势那可能是 Google 跟 OpenAI 这两方都想要抢下苹果这一块。那对苹果而言呢，它可以用跟每一方谈出的这个成果来作为跟另一方谈判的筹码。但其实呢，苹果在另一方面还是有面临一些压力。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那就是他们目前的股价，或者说大家对他们未来性上面的发展这个信心上面是有点动摇。那当然，苹果今年的股价震荡是有非常多不同的原因。那有人说是中国市场的这个需求疲软，那有人说智慧型手机市场的饱和。但是我们还是要以现实面来看苹果是一家体质超级健康的公司。那 iPhone 的更新世代本来就有高潮低潮嘛，就看到是碰到这个大更新的周期或者他们这些更新上面有什么惊人的亮点。但我觉得要真正影响到大家对苹果长期的信心的话，应该还是在 AI 这一块。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就不单纯只是目前什么装置端的市占率问题。其实很多数人的看法都认为 AI 可能会是现在科技的一个起义点，那也是最有可能大大革命我们目前的生活方式。那苹果先前都老神在在，总是在强调自家的 machine learning， 从不用 AI 这个字。但近来整个公司的态度有点大转变不管是他们 CEO 在做访谈的时候都会强调 AI， 那甚至在他们 M3 的这个 MacBook Air 的网页上面不只提到 AI 非常多次，里面还放了非常多第三方的 AI apps 作为宣传。那像是微软的 Copilot GoodNote， 然后用这些第三方云端运算的 AI 功能来包装宣传自家的 M3 笔电成为 AI 笔电。那也不是说这种宣传模式不行大家都这样做，但是这个超级违反苹果的常态。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切角看起来呢，苹果可能有点急了。那这个地方他们感受到这个急迫性到底是因为股东董事会方的压力，还是其实他们现在也真正意识到在 AI 上面的落后让他们感到不安，然后会想用这种轻度结合 AI 的方式来加强宣传。那如果是我们现在看来这样的模式的话，可能苹果目前在不管跟 Google 或者 OpenAI 谈的这种合作模式，可能也会是比较轻度的，或许就不会太过深入于他们的系统端，进而让其他第三方公司去掌握他们用户的行为的这个大数据。但是一方面呢，他们可以跟董事会跟股东交代，顺便拉抬一下他们的股价，所以比较像是一个缓兵之计啦，去延长他们自家生成式的 AI 的开发时间那如果到时候真的搞不出来的话，再来跟这两家公司深度合作。好，那如果真是这样发展的话，我们就来讲下一个切角，下一个看法，就是苹果或许不需要在 AI 上面跟这两家公司抗衡，就同时他们也会有自己的生成式 AI， 但是不用做到可以打赢他们的程度，那可能会比较专注跟自己的装置端还有生态链里面的深度结合。那说真的，以现在这个时间点看来，未来的 AI 装置会以什么形式存在？是一个手机，是一个眼镜，是一个手表，是一个戒指。那在现在这个时间点，科技上面还有非常多的瓶颈在，是否也有可能需要多装置共存？那不论未来是哪一家领导 AI 的市场，是否他们在硬体端就一定可以做到苹果的水准？其实这对他们而言也会是另一个挑战。那再看回来 ，AI 的应用其实非常的广泛，那远比我们现在所理解这些 iOS Android 这个单看消费者市场端都还要大非常多。那可以在企业端，可以在国防端、医疗在科学、在太空。那以苹果来说呢，他们一直都还是比较专注在消费者应用的这一块嘛，怎么把繁琐的科技应用转换成一般人容易理解的这个界面去使用它，然后再结合到他们很优良的硬体设计，软硬整合起来的这个广大生态链。那其实这也是苹果的强项，所以呢，这其实也是目前市场上比较乐观的一些观点。那认为呢，苹果不单单只是像我们理解上个世代那种手机公司，生态链里面呢，其实有非常多服务性质的产品，在他们营收里面占了很大的占比。那像是云端音乐、影片，我们再来看到硬体上面的生态链整合的方便性，这也不是说取代就马上取代。那加上有广大的使用者其实对这个品牌有一定的好感度，那这也是他们比较乐观的原因。那其实这些乐观我不觉得是完全没有道理啦。你说在短期以内，就算明天 AI 突然大爆发，可以取代掉一堆应用的软体或是服务性质的东西，你目前来你还是需要一个互动的一个媒介或是硬体。那这跟之前的 Nokia 时代来说你可能对单这个硬体依赖性就只有你上面存的电话簿跟一些照片而言，其实这个依赖性的差距是蛮不一样的。但我个人还是认为苹果在今年6月或是甚至在今年底，他们可以端出怎样的 AI 功能，会是一个蛮好去检视他们的方式。那这不论是在他们目前生成式 AI 上面的进度，那或是他们对 AI 的装置这应用上，他们怎么整合进他们装置内，那应该大致上可以看出他们的方向。可能在近期的未来内，他们可能会想以什么方式跟第三方的 AI 来做合作，我觉得可能今年6月、9月要非常关注的地方。那同时我相信市场会以一个非常严格的角度来看苹果到底要端出什么，那到时候的股价怎么反应呢？其实就会很直接的看出市场怎么看，到底市场对他们这个方向而言是不是有信心。那我自己是认为短期内苹果还是非常有机会啦，对，谁叫我是果粉啦？好，开玩笑。最后我也希望听到大家的看法，我觉得对这一则新闻，到底 Google 跟苹果在谈这个合作，你们觉得会是多深度的 AI 合作？那你比较期望看到怎样的成果？是苹果比较就开放出来自己的装置呢，开始跟第三方不管是 Google 或是 OpenAI 来进行合作，或是你认为呢可能是一个比较浅度的，就有点像是搜寻引擎把它作为预设的一个语音助理的这种
种方式来进行合作。那或是你们有其他的看法的话，都欢迎在下面一起讨论。OK， 好，那今天里面就先到这边，我是苹果爹，我们下次见，拜。